太叔，我听说您没有孩子，我的父母死得也早。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我想给您养老。退休账户里的数字本身几乎没有什么意义，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有50万、100万还是200万美金，真正重要的是退休之后这些钱每个月能给你产生多少的现金流。当你把真正的数字算出来的时候，结果往往会让大多数人大吃一惊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美国退休资产的6个真实的层级，从5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，以及3个能够悄悄帮你提升一个财富等级的关键策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很多人喜欢讨论净资产，比如我有100万的净资产，我有200万的净资产，我有500万的净资产。但退休的时候，真正决定你生活水平的其实不是净资产，而是能够产生现金流的资产。所以这里我们先把自住房拿掉，只考虑可投资资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住的房子虽然算净资产，但通常不会每个月自动给你产生现金流。我们先来校准一个现实，美国65岁以上退休家庭的可投资资产中位数只有15万美金。很多人觉得退休有100万美金好像很普通，但现实是，如果你退休拥有100万以上的可投资资产，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大多数的退休家庭。如果你拥有150万左右的可投资资产，大约已经进入了前10%。如果你拥有接近25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，大约进入了前5%。如果你拥有500万美金以上的可投资资产，基本已经进入美国退休家庭的前1%了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已经拥有100万美金的可投资资产可以用于退休，你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少见的群体。但到底对应着什么样的退休生活呢？下面我们来看看退休财富的6个真实的层级。Level 1， 生存型退休。这一层是美国最常见的退休状态。很多人的退休生活主要依赖 Social Security、少量的退休账户、自住房权益，投资资产不足50万美金。按照4%可持续提取法则，每年能够产生的现金流不到2万美金。即使加上社安金，家庭可支配收入通常也就是在4万到5万美金左右。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贫困，但意味着退休预算需要非常谨慎。大额旅行、频繁换车、帮助子女买房都会带来明显的压力。很多美国退休家庭其实就是在这一层。Level 2， 舒适型退休。来到这一层，退休开始变得比较从容，资产能够产生每年2万到4万美金的现金流，再加上社安金，家庭收入大约在4.5万到6.5万美元之间。这一层最大的特点是生活基本不需要担心，日常开销能够覆盖。如果房贷还清，没有债务，生活方式适中，这样的退休生活是可行的。偶尔旅行也没有问题，但依然需要关注预算。如果遇到长期护理、重大医疗支出或者帮助成年子女，仍然会感觉到很有压力。这一层最大的特点其实不是数学问题，而是心理问题。很多人拥有90万美金，但是却活得像只有30万美金。每次提款都觉得自己在消耗一个脆弱的账户，于是明明有钱却不敢花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拥有100万资产的人仍然感觉退休不自由。第3层，100万里程碑。100万美金一直被社会塑造成为退休的终点线，很多人到达这里时会有一种终于到了的感觉，但现实比想象更复杂。100万美金4%的提款率，每年4万美金，每月只有3333美金，加上社安金，总收入大概是每月5400美金，大约是6.5万美金。如果是有150万美金，每年约有6万美金的提款，总收入大概是每个月7000美金，每年8.5万美金。这已经属于真正舒适的退休生活了。你可以旅行，开喜欢的车，请客吃饭不用反复心算，
给孙子辈买有意义的礼物，对于已经还清房贷的家庭来说，通常已经足够支撑比较稳定、比较有品质的退休生活。事实上，能够达到这一层的人，已经超过了75%到90%的美国退休家庭。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情：失安金的领取时间，这可能决定你退休生活的版本。62岁领取和70岁领取差距可能不是小优化，而是决定退休是否始终宽裕的重要因素。第4层，自由选择层，这一层开始出现一个变化，退休不再只是维持生活，而是拥有更多的选择权。资产能够产生每年6万到10万美金的现金流，加上失安金，总收入来到8.5万到12.5万美金。这一层的人通常可以经常旅行，帮助孩子提前退休，对市场的波动更加的从容。他们已经进入美国退休家庭的前10%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裕退休阶层。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富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第5层，富足层，来到这一层，财富开始带来明显的自由度，资产每年能产生10万到16万美金的现金流，加上失安金后，总收入可以达到12.5万到18.5万美金。这个阶段，很多人会发现，钱已经不再是退休最大的限制，真正需要思考的变成了时间怎么度过，健康如何维持，财富如何传承。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远超大多数的退休家庭，这一层大约属于美国退休家庭的前5%到前1%。第6层，巅峰层，这一层已经属于美国退休家庭中的顶层群体，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每年16万到20万美金以上，加上失安金，总收入接近于20万，甚至超过25万美金。很多人到了这一层，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钱不够，而是如何避免过度保守，如何规划遗产，如何把财富转化为体验和意义。因为继续积累财富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已经越来越有限，反而是如何使用财富成为新的课题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问，如果我现在属于第2层，有没有机会迈向第3层？如果我已经是第3层，有没有办法接近于第4层？其实在退休规划中，大家就发现到了60岁以后，真正能够明显提升退休生活质量的，往往不是再多存50万美金，因为复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相反，有3个关键的决策，有时候带来的效果，甚至相当于多出了几十万美金的资产。第一个策略，优化失安金的领取时间。很多人把失安金当成了退休后顺手领取的一笔钱，但实际上这可能是退休阶段最重要的财务决定之一。因为从法定退休年龄到70岁之间，失安金每延迟1年领取，大约会增加8%。如果一个人67岁时每月能够领取2500美金，那么70岁领取可能接近于3100美金，每年多出约7200美金的稳定收入。按照4%法则换算，这相当于额外拥有大概18万美金的退休资产。对于很多处于第2层或者第3层的家庭来说，这一个决定甚至可能直接提升一个退休的等级。第2个策略，利用退休后的低税率窗口。很多人以为退休后税会越来越少，但现实往往相反，因为 401k 和 Traditional IRA 里边的钱往往未来都要缴税，而退休到 RMD 开始之前，通常会出现一个税率较低的窗口。这时候合理的进行 Roth Conversion， 有机会减少未来几十万美金的税负。对于资产较高的退休家庭来说，少交的税其实就等于多留下来的财富。第3个策略，学会合理花钱。这可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。很多人花了30-40年积累财富，已经养成了储蓄的习惯，却从来没有学会如何使用财富。结果就是第4层的资产过着第2层的生活，第5层的资产活得像第3层。退休最大的风险有时候不是钱不够，而是明明已经拥有足够的资产，却始终不敢使用它。财富最终的价值不是账户里的数字，而是它能为你创造的人生体验。所以从第1层到第6层，财富当然重要，
但是到了退休阶段，决定你属于哪个层级的，不仅是资产规模，还有社安金如何领取、税务如何规划，以及你是否愿意合理的使用财富。有时候这些决定带来的影响，甚至比多存几十万美金更大。退休毕竟不是一场财富积累的比赛，而是一场财富使用的比赛。从第一层到第6层，钱当然重要，但越往上决定生活质量的，越来越不是账户余额，而是你是否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所以今天看完这张表，我更希望大家记住的不是我距离500万美金有多远，而是去思考一下我真正想要过的是哪一种退休生活。因为答案不同，需要的财富数字可能相差几百万美金，而这才是退休规划中最容易被忽略的真相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